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人类能够在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内实现科技的一次次飞跃，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那些伟大的天才科学家。科技的道路上离不开科学家的付出，可是科学家的数量并不能引领人类文明的科技实现质的飞跃。真正能够让人类科技实现质的飞跃，往往都是那些百年不遇的天才科学家。排在第一名的伟大科学家是谁？很多人会想到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特斯拉等。那些在这些伟大科学家中，谁又对人类的贡献最大？谁又能称得上是伟大科学家之首呢？英国曾经做过一个相关的伟大科学家投票，通过人们的投票，最后得到一个排名，而排在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爱因斯坦。说起爱因斯坦，相信只要是对科学有一点兴趣的朋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爱因斯坦是100年前的伟大科学家，他的伟大之处有2个，一个是提出了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相对论，另一个则是著名的智能方程式。相对论向我们揭示了时空的探索方向，有了相对论的指引，我们才能够不断探索宇宙的奥秘。而人类在未来是否能够成为强大的星际文明，或许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相对论的理论指导。没有相对论的指引，人类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太空探索发展速度。而智能方程式却向我们揭示了物质和能量的关系。而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而物质的世界又是由能量转化而来。通过这个智能方程的理论指引，能够让我们不断揭开物质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并最终揭开生命的奥秘、宇宙的奥秘。由此可见，爱因斯坦有多么的伟大了。每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都喜欢去预言一些未来的事情，爱因斯坦自然也免不了俗。他一生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做出过不少的预言。只不过，爱因斯坦的预言跟其他科学家的预言有很大的不同。其他科学家的很多预言在未来都无法实现，往往都是一些天马行空的预言。而爱因斯坦的预言都是根据自己庞大的知识量，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得出的，所以爱因斯坦的预言准确性非常之高。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很多预言都得到了证实，比如黑洞、引力波等。正是由于他100多年前的预言准确性如此之高，所以在科学界，爱因斯坦的那些还没有实现的预言才得到更多人的重视。爱因斯坦有7个比较著名的预言，而这7个预言中已经有4个得到了证实，还有3个没有实现。已经被实验证实的4大预言分别是时空弯曲、宇宙常数、微引力透镜和波色爱因斯坦凝聚。而还没有被证实的3个预言之中，有2个让人类非常担忧，另一个则是让人类非常期待。下面小编就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这3个还没有实现的预言。2060年地球可能会毁灭。关于末日的预言有很多，比如朋友们都知道的玛雅2012世界末日预言，可是这个预言最终也没有实现。在民间传说中也有不少关于末日的预言，而现代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曾预言过，地球有可能在数百年内迎来末日。爱因斯坦曾经在他的手稿中也写道，在2060年的时候，地球可能会迎来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地球生态会发生崩溃，生物大灭绝出现，人类文明有可能会终结。那么是什么样的灾难呢？霍金曾经有关地球未来的末日预言，主要是指人类的工业活动会在未来彻底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让地球生态恶化崩溃，从而导致地球迎来末日。爱因斯坦预言的2060年重大灾难，并不是指生态环境的崩溃，而是指有可能发生的核大战。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结束第2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功臣其实就是原子弹。如果没有原子弹的爆炸，第2次世界大战有可能也不会更早结束，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才会结束。而原子弹的爆炸也让人类感到深深的恐惧，这种毁灭性的可怕武器就像打开了上帝禁区一样，有可能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未知的风险。而原子弹之所以能够研制成功，离不开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的理论指导。爱因斯坦深知核弹的可怕，也深知人类骨子里的贪婪的天性，
人类整个文明史已经有上万年左右的时间，在漫长的文明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因此人类文明史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战争史。为了资源，为了土地，为了其他的东西，人类内部可以随时发动战争。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是在未来因为资源等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如果在核武器没有出现之前，人类文明的战争最多也就是破坏一点生态，可是当核武器诞生之后，如果再次发生世界大战，到最后大概率会演变为核战争。要知道，以地球现在的核弹储量，虽然不能将地球给炸毁，但是彻底破坏地球的生态，让地球变成一个荒凉无生机的星球还是可以做到的。而蜜蜂的消失有可能让人类在4年内灭绝，这个预言也是爱因斯坦在一篇手稿中提到的。可能有人会说了，小小的蜜蜂消失，怎么还会让地球的霸主人类灭绝消失？这也太高看蜜蜂了。那么小小的蜜蜂真的如此简单吗？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地球的生态链是一环套一环的，任何一个链条的断裂都可能给整个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蜜蜂虽小，可是却是整个生态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这么说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植物的成长繁衍离不开授粉，大部分的植物是无法给自己进行授粉的，它们需要借助外来的帮助。这个外来的帮助主要有2种，一种是无处不在风，这是自然的力量；另外一种就是依靠勤劳的蜜蜂。假设没有了蜜蜂，那么自然界超过1000种以上的植物就会因为没有授粉工而灭绝消失。可不是小看这1000种以上的植物灭绝，它的灭绝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生态链的断裂，从而导致整个生态链的崩溃。地球能够有现在适宜生命生存的环境，就是因为有一个比较完整完善的生态链。如果这个生态链崩溃了，那么地球也将会变成火星那样的荒凉星球。3. 虫洞的存在。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虫洞，它也是爱因斯坦根据相对论预言中的一种宇宙天体。黑洞的存在已经被科学家证实，并且在去年还公布了人类首张黑洞真实照片。除了黑洞，爱因斯坦还预言了一种洞，那就是虫洞。虫洞又被认为爱因斯坦罗森桥，它是爱因斯坦和数学家罗森共同研究提出的，也是依据相对论提出的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一种洞。黑洞是宇宙中最可怕强大的天体，是一切物质和天体的毁灭者。任何一个恒星系统如果发生了黑洞，那意味着这个恒星系统也就基本完蛋了。而虫洞则不同，它是人类非常期待的一种洞。虫洞还有一个称呼，那就是时空隧道，通过它可以快速到达宇宙的每一个角落。爱因斯坦认为，我们的宇宙中可能存在着一种能够连接遥远时空的时空系管，也就是虫洞。理论上，我们通过虫洞可以进行空间转移和时间旅行。如果理论猜测中的虫洞真实存在，那么对于人类文明探索宇宙意义非凡。我们都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有质量的物体移动的最快速度只能无限接近光速，即使是没有质量的光子，其速度也只能达到光速。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探索宇宙、走遍宇宙就没有任何希望。以光速飞行，我们连走遍银河系都不可能，更不要说走遍宇宙、探索宇宙的奥秘了。可是虫洞的提出让人类看到了希望。如果我们的太阳系有一个虫洞存在，那么我们就不用担心飞船的速度不够快，无法走出太阳系。我们可以通过虫洞轻松到达遥远的宇宙深处，探索更多的宇宙奥秘。以上3个还没有实现的爱因斯坦预言，前面2个我们自然是不希望实现的。可有时事情往往不会如我们所愿。如果爱因斯坦的预言成功率是100%，那么地球和人类的未来，我们真的需要认真思考了。而我们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的只有科技。只要我们成为星际文明，更早地证实了虫洞的存在，那么星际航行、星际移民将不再是梦想。那个时候，即使地球迎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人类文明也能够去其他星系的星球上生活，完全不用担心人类文明会终结。科技也可以改变地球的命运，同样也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我们只希望前2个预言能够在第3个预言实现之后再发生。其实做出过类似预言的人有很多，
而爱因斯坦能从其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在物理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可以说是开启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纪元，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后最伟大的科学家。而他之所以能够在物理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和旁人的帮助有莫大关系。为什么这么说？据传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计算靠老婆写出了这场方程，结果自己解不出来，最后还是史瓦西给解出来了。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物理能力很强，计算能力相对于那些数学大师和某些精通数学的物理大师来说比较一般，为此广义相对论差点被数学大神希尔伯特给抢了去。好啦，一个小插曲，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下期咱们不见不散。